家快看，在山西太阳山的一處懸崖峭壁上，我們竟發現了一座隱藏在裂縫中的神秘古廟。遠遠望去，整座建築仿佛被大山一口吞進了岩壁之中，只露出幾層斑駁木樓，四周皆是陡峭絕壁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這座木樓竟已靜靜隱藏在懸崖裂縫中長達數百年。走近後，我們才發現，這並不是一座普通建築，建築與山體完全融為一體。從外表看只有3層，但裡面卻藏着5層。狹窄的石縫裡，木樓層層向上延伸，形成洞中藏樓，樓中有樓。內部空間狹窄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讓人很難想象數百年前的人們究竟是如何建造的。更奇怪的是，這座古廟既不供僧，也不供佛，數百年來卻始終香火不斷。而關於它的傳說，至今仍在山間流傳。那麼，這座隱藏在懸崖裂縫中的古老廟宇究竟供奉着什麼？今天就跟隨着我們的鏡頭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們来到了山西平顺的车当村。在我身後呢，有一座非常奇特的寺廟。你們看，整座寺廟呢，它是直接卡在了這處天然石縫中，石縫寬窄它也是不一樣的，最窄處僅有1米多。採用的是明325的木質閣樓設計。什麼是明325呢？就是從表面看的話，它有3層，其實內部的話它有5層。這座寺廟呢，名叫竇昌廟。它和其他寺廟的名字呢有點與眾不同。大家知道為什麼叫竇昌廟嗎？現在我們帶大家進去參觀一下。你們看，從這個角度仰視的話，非常的震撼。它這個崖壁它是傾斜的，給人一種隨時要倒的錯覺。這邊有一塊牌，上面寫着“平順縣不可移動文物，車當南山佛廟”。這座寺廟的城牆好厚重呀！你們看，這麼厚。這裡呢是寺廟的門，好奇特呀，它的設計。我們像是走進了一個山洞裡面，這裡面風好涼爽呀。這裡呢，就是寺廟的第1層。在這正中間呢，供奉的是狐仙，也叫做竇昌神。大家看，这位窦昌神长得慈眉善目的，外面的供台上還擺放着很多香客進貢的貢品。哇，這外面好多錦旗啊！我們來看一下贈送給誰的。贈送皮香爺，敬贈皮香爺。皮香爺呢，供奉在我們的2層。然後這邊呢是敬贈昌疙瘩老爺。贈竇昌老爺，也就是這位竇昌神呢。像咱們身上有痘瘡還有皮膚病的，可以拜一拜。你們看這麼多錦旗，足以見得，這位竇昌神挺靈驗的。這是咱們的第1層，第1層呢是用石頭壘砌起來的。從這裡還可以看出去。這外面呢就是車當村了。站這裡呢，可以俯瞰全村，視野呢還是比較開闊的哈。哇，你們看那個樹，真的是絕地求生。它生長在這個夾縫裡面的，不知道它的營養從哪裡來呢？這些崖壁都是凹凸不平的。這裡有一個木質樓梯，可以到達2層。
哇，這個樓梯一晃一晃的。這就是第2層了。第2層呢，採用的是木板鋪設，踩上去還有咯吱咯吱的聲音。這裡面只有2個牌位，沒有神像，上面寫着皮箱爺。大家可能很少聽到這位皮箱爺哈。皮箱爺呢，他是專治皮膚上的各種疑難雜症的。這座寺廟的設計還是非常巧妙的，每一層呢都有這個大門，可以俯瞰外面的風景。每一層的對角處呢都有一個木質樓梯。現在我們順着這個樓梯上到3層去。這一層的進深比較長，這是一個深邃的狹縫。在第3層的裡面呢，供奉的是藥王孫思邈。大家可能對這位孫思邈一點都不陌生，像我們進寺廟的話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這一層呢比較狹長，它每一層的空間都是不一樣的，有的大，有的小。哇，這裡就更高了。现在我們來到了第4層。第4層呢，只有1尊造像。我看了一下資料，原本這裡面它是有3尊造像的，分別是扁鵲、華佗、張仲景。這3位呢都是神醫。這位呢可能是3位中其中1位，但具體是哪位啊，我不太清楚。走到這裡呢，就走到底了。站在第4層，還可以看到第3層。這裡是一個大窟窿，大家看這些岩壁都沒有敲鑿過的痕跡。整座寺廟的建造呢，它是巧妙地運用了這條石縫的天然優勢。這架梯子好有特點，你們看，它是弧形的，不知道是熱脹冷縮的原理，還是它原本這個樹木就是長這樣。從這兒上去就是最後1層了，也就是第5層。這層呢，也就是空間最小的1層了。這裡面供奉着2個牌位，上面寫着醫學家李時珍，然後神農氏。這2位大家都不陌生了吧？哇，你們看這邊，這邊還用石頭垒起了一堵牆。注意看底下，底下呢它是懸空的，
我非常的好奇，他們是怎麼做到這麼多石頭卡在這裡紋絲不動的？這設計真的是別具匠心，這做工呢也是巧奪天工。從這下去還是有點害怕的。现在我們所處的這座山呢，叫做月亮山。從這邊呢，還可以到達山頂上。我們就不上去了。剛才呢，我們也看到了這條石縫呢，它是天然形成的，沒有那麼規整。從第5層呢，我們就可以看到，它有一部分全是用這種石頭壘砌而成的，相當於一個庇護所。這就是取長補短。你們看這些石頭牆，全是依附着這個崖壁砌起來的，是一個圓弧形的。我都怕把這個樓梯踩壞，因為它的表面呢已經腐朽得很嚴重了。這座竇窗廟呢，也叫做狐仙廟。根據當地百姓口口相傳，傳說啊，這位狐仙下凡顯靈救人，所以才修的這座寺廟。根據資料上顯示呢，這座竇窗廟呢是始建於明朝1624年，距離現在的話已經有了400多年歷史，是當地一位姓耿的老祖宗帶領着村民建的。整座寺廟呢，我們就已經參觀完了，裡面供奉的造像以及牌位都和醫學有關。原因呢，是因為在古時呢，天花呢它比較泛濫，天花呢也叫做竇瘡，小孩子一旦得上這個病的話，就很難治好。那麼修這座廟的初衷呢，也是為了求神保佑村裡的小孩不生病。我們到過那麼多寺廟，這座竇窗廟呢，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了。它不供僧，也不供佛，供的都是醫學能人。這座寺廟的建造也是非常的特別，你們看，它是建在這個縫隙之中的，真的算得上是難得一見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吧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嗯。